因为你优秀而跟你交朋友的人，永远不会是你真正的朋友。很多小伙伴在社交上有一种错误认知，只有自己足够优秀，别人才会喜欢自己，愿意跟自己交朋友。但事实上，心理学家做了各种调查，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，建立在相似性上的关系，远比建立在其他方面上更牢固。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做过一项很有意思的实验，他们把13位素不相识的男子安排在一个防空洞里，告诉他们，给你们10天时间在这儿培养感情吧，然后在这期间多次考察他们关系的变化。结果发现，能融洽相处的人都是有很多共同点的人，而且可能的话，他们甚至恨不得把那些跟自己差异大的人扔出去。这个道理其实咱们很小的时候就懂了。上小学那会儿，我就发现，学习好的跟学习好的关系好，学习中等的喜欢跟学习中等的玩。像我这种学渣，还真是天天跟其他学渣在一块儿。当然，这可不是说什么交友不慎啊，交朋友其实很简单，聊得来玩得来就行了。但凡有其他目的的，都不是纯粹的友谊。看你有钱了跟你套近乎，看你升职了跟你拉关系，这种人你敢跟他深交吗？对吧？而且喜欢跟与自己相似的人相处是有很多心理学解释的。首先，跟相似的人在一块儿更容易得到对方的肯定和认可，这不仅能增加自我正确的安全感，也是建立社会认同很重要的一个途径。其次，心理学上有个相似性效应，如果两个人在生活习惯、兴趣爱好、三观等方面很相似，他们就会迅速产生熟悉感和亲近感。电影《消失的她》，男主何非追求李木子就利用了这个效应，知道李木子喜欢梵高，他也把自己伪装成喜欢梵高的人，最后骗取李木子的感情。渣是真的渣，手段也是真的高。心理学家罗宾·邓巴把社交关系的相似性细化成了7个分支，分别是语言、成长经历、教育、职业、价值观、社会立场、兴趣爱好和幽默感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身边在这些方面有跟你相似的人，那么大概率你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，而且相似的分支越多，相似度越高，关系也就越亲近。回到开头的问题，现在你应该知道了，你完全没必要去打造完美人设。每个人都是在众多特征下组合出的独一无二的个体，不同的性格、喜好、阅历、经验，就像一盘菜的食材炒在一起，甜的配甜的，辣的配辣的才更和谐。而且跟你处在同一频道的人，一般会跟你有更多的默契和更深的情感共鸣。你开心了，他打心底里为你开心；你难过了，他也能深刻理解你的痛苦，这样又会加深你们的关系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。反过来，那些差异大的人，你心累了，他会说你矫情；你生气了，他会说你情绪不稳定。在很多你需要认同的时候，给你来个暴击，处处加重你的负面情绪。所以不要管自己优秀还是不优秀，也不要管对方优秀还是不优秀。朋友就是负责情感陪伴的，不是用来利益交换的。聊得来就玩，聊不来就掰，没那么多条条框框。毕竟交朋友不就是让自己开心吗？我是星河，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。如果你有一点点感悟，还望点赞关注。如果还有问题，给我留言，我再想想办法。